他说他是美国之子，很多人都在支持他，但是这对美国真的必然是一件好事吗？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在他的竞选广告中如此告诫美国选民，能够让竞选对手承认他备受民众欢迎，可见奥巴马当时的人气已经高到了何等地步。麦凯恩的告诫在当时被视为失败者无能狂怒下无理取闹的指责，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重视，奥巴马还是十分轻易地赢得了选举。然而讽刺的是，在10余年后回看，麦凯恩的竞选广告却如同对未来的精准预言。正是这位备受美国民众欢迎，直到2届任期结束还有59%的高支持率的美国总统，在自己任内为美国社会埋下了撕裂混乱的种子。奥巴马的前半生看起来就像一个标准的美国梦。他出生于美国的婴儿潮期间，母亲安·邓纳姆是一名美国犹太学者，在夏威夷求学期间遇到了前来留学的肯尼亚青年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并在对方高超的撩妹技巧下沦陷。两人很快结婚，并于1961年生下了奥巴马。不过在奥巴马出生之后不久，他的父母就因为求学规划的不同异地分居，最终婚姻破裂，奥巴马由母亲继续抚养。安德纳姆在离婚之后又认识了一名来自印尼的留学青年，与之结为伴侣，并带着孩子追随其到印尼生活。直到奥巴马10岁时，他的母亲因为工作繁忙加之身体不好，将奥巴马送回美国，交给他的姥姥照顾。之后奥巴马在姥姥的资助下进入夏威夷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是西海岸最大的单校区私立学校普纳河学校就读。在学习期间，奥巴马积极参与盛行一时的嬉皮士运动，与同学创建大麻帮，一起在烟酒大麻中寻找快感。不过奥巴马并没有因此而耽误学习，相反一直成绩优异，在中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加州西方文理学院求学，并在2年后转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大学毕业后，奥巴马成了一名社区工作者，以一个民主党社区组织者的身份为基层提供社会服务。在这期间，奥巴马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家族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当中处于重要地位的米歇尔，并生出了政治野心。于是在1988年，他又去哈佛大学进修，与大多数美国政治家一样，深入学习了法律知识，并以极优等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不到1年，奥巴马就领导了伊利诺伊州的投票计划，旨在让该州因种种原因未登记为选民的非裔美国人成为选民。通过这种方式，奥巴马帮助民主党稳固了他们在伊利诺伊州的优势，随后便被芝加哥商业报评选为40岁以下最有潜力的政治家之一。随后在1996年，奥巴马成功当选伊利诺伊州的州参议员，并在2001年成为2党联合行政委员会联合主席。2004年，奥巴马向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席位发起冲击。成为联邦参议员后短短3年，奥巴马就宣布要向美国总统宝座发起冲击，并一举战胜了风头无限的希拉里·克林顿和经验丰富的乔·拜登，成为民主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此时恰逢2008金融危机爆发，共和党作为执政党难免要为这场灾难负责。在这样的情况下，喊着改变的口号的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自然比口口声声国家为重的约翰·麦凯恩更受选民的欢迎。更何况奥巴马的人生经历是如此传奇，从黑人中产一路奋斗到美国总统，堪称美国梦的现实写照。奥巴马本人也极具魅力，其演讲极富动员力，并且相比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基因，他温文有礼，能够让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尊重。于是在这场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大获全胜，甚至连印第安纳州这样的典型红州在这场选举中翻蓝，可见奥巴马在美国是何等受欢迎。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绩同样值得称道。在他任内，美国以较快的速度走出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推出了一系列扶贫济困的法案，并从伊拉克这个战争泥潭撤军。此外，在对外战略上，尽管奥巴马被一些美国人批评为软弱，但无论是通过伊核协议拉拢伊朗，还是通过 TPP 孤立中国，在当时看来都是对中俄这2个美国最大战略对手的有效威胁。故而总体来说，奥巴马在美国一直颇受欢迎，直到卸任时，他在美国的支持率依旧高达 59%， 这在美国总统当中是十分少见的。可任谁也不会想到，在奥巴马卸任后不久，美国社会政治便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撕裂。在社会层面上，贫富矛盾、种族矛盾、价值观矛盾加剧激化，各种抗议游行此起彼伏，甚至会出现2群持不同意见的游行者当街打起来的混乱场面。就连原本应当更多的考虑美国国家利益，最大程度上寻求共识的美国政府，都成为了2党拉锯的战场，双方都在竭尽所能的给对手添堵。传统政治当中大局为重的默契荡然无存。
如此严重的内部分裂，不出意外地导致美国以惊人的速度走向衰落。许多人将这一切归咎于特朗普的疯狂，指责他完全没有总统的样子，当了总统依旧如选举时一样，只为一部分选民发声而攻击另一部分人，认为这导致了如今的美国乱象。但如果深究其根源，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种子其实都是在奥巴马任内埋下的。美国社会的撕裂归根究底还是源自于分配的不平等。以华尔街金融资本为代表的前1%甚至是0.1%，将美国通过全球霸权从世界攫取的利益瓜分殆尽，底层民众不仅没有从中获益，甚至很可能还受到了伤害。统计数据显示，自里根进行新自由化改革以来，美国经济脱实向虚，制造业严重衰落，随之而来的是制造业工人这一相对高薪的岗位大幅度减少。那些失去岗位的工人大多只能去从事薪水更低的服务业，生活水平因此严重下降。因此，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尽管同是经济危机的受害者，很多美国人对这场危机却并不是全然的痛恨。毕竟，在这场危机当中，受伤最重的还是那些金融巨头，算是给那些因金融巨头受伤的人出了一口恶气。并且，在许多人看来，在金融化捅出了这么大的篓子之后，美国政府的政策也应当会有所改变，重新回归到实体经济上来。美国制造业企业将从中获益，民众也将获得更多高薪机会。然而，奥巴马在他的经济刺激计划当中，却将金融部门当成了最主要的救济对象，反倒对是那些本是被金融业连累的制造业关注不足。或许奥巴马的期望是，政府将资金放给华尔街后，华尔街会以投资的方式将其注入制造业领域，即使是被以奖金形式直接发放给员工的部分，也将转化为消费提振制造业。可事实却是，华尔街在拿到这笔钱之后，只管哪里赚钱投哪里，对那些真正急需资金支持渡过难关的企业视而不见，哪怕是通用这样的老牌巨头都不能幸免。而那些员工奖金更是绝大部分都流入了高官的金融账户，而没有进入实体市场流通。如此一来，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顶住了诱惑，继续以保守的方式投资的美国企业，愤怒地发现，在自己艰难度日、濒临破产的时刻，那些捅了篓子的金融巨头高管，竟因为政府的兜底，还可以继续拿千万奖金花天酒地。既然做制造业吃力还不讨好，那谁还继续自讨苦吃？于是人们就看到，在金融危机过后，尽管美国政府喊出了再工业化口号，但实际上美国的制造业在 GDP 中所占比例却进一步下降。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加剧，也意味着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底层美国人生活愈发困窘。于是零元购开始在美国盛行，极大地扰乱了美国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混乱严重打扰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加之奥巴马所谓的扶贫计划，最终也是将负担压在了这些美国中产阶级身上。种种不满促使他们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抛弃了传统政治精英，将本身就是大商人，被他们认为不会向华尔街资本妥协的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宝座。特朗普也确如他的支持者们所希望的那样，始终如一，一上台就推翻了奥巴马时期的众多行政令，引发了民主党的强烈不满，也导致美国的内政外交陷入混乱。许多人因此指责特朗普在政府内制造对立，殊不知无论特朗普是否这么做，美国政府的对立都已经无可逆转。早在奥巴马在他的第一任期，仗着民主党在国会的人数优势，在未与共和党达成任何共识的情况下强推救市计划时，美国的所谓政治默契就已经没救了。若非如此，也不会出现2013年的美国政府停摆危机。到了奥巴马执政后期，由于民主党失去了国会多数地位，他的许多政策都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巴马所做的却并非设法弥合矛盾，而是变本加厉，直接绕开国会，用总统行政令强推政策执行。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共和党的愤怒，令两党关系更加撕裂，也使特朗普能够在上台之后，通过前总统废除行政令的方式，轻易推翻奥巴马的政策，令美国内政外交陷入混乱。当初美国人选择奥巴马，以为一个黑人总统能够很好的弥合美国的社会矛盾，结果正是奥巴马的种种政策，让美国的社会矛盾彻底无可挽回。这是多么讽刺的现实！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财务造假案件。美国最大能源公司安然公司的几名高管被美国检方以洗钱、金融欺诈、非法操作股票等98项罪名一并起诉。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和财务公司在本次事件以后彻底倒闭，就连美国总统小布什都不得不站出来就这起案件发表看法。那么这起财务造假案的主角到底是什么人呢？这桩案子又为何会给美国社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呢？1985年，肯尼斯莱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对2家原有的公司进行了整合。
从此以后，影响美国社会的能源巨头安然集团就登上了历史舞台。1991年，借着苏联解体的历史机遇，肯尼斯莱在美国社会上实现了电力、天然气、自来水等资源的整合。彼时，国际上的多家能源公司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肯尼斯甚至将自己的业务拓展到了海外。1992年，光是天然气项目每个月就给肯尼斯和他的安然集团带来了超过 1.8 亿的营收，这让美国商界的不少从业者感到目瞪口呆。但肯尼斯和一般的美国资本家一样，在赚取到大笔资金以后，他也将自己的眼光瞄准了政坛。此时，国会里的议员早就已经被他给买通了，任何针对安然集团的提议都不会被通过。不过，由于安然集团的影响力实在太大，美国政府也不能光明正大的支持肯尼斯的暴力买卖。于是，在肯尼斯和一众国会议员的操纵下，国会还是装模作样的制定了一整套所谓的能源行业规范条款。这一系列的条款其实是将安然之前的暴利给合法化。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了安然是一家盈利状况颇佳的企业。从华尔街的资本大鳄到普通投资者，大家都在争相购买安然公司的股票。经过无数股民的疯狂抢购，安然公司的股票价格很快就在3年之内上涨了 311%， 连当时的不少国际投资者也跑到美国来购买安然公司股票。2000年，安然公司的市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83.13 亿美元。财富杂志更是因此将安然公司称作是最能代表美国精神的公司。一时之间，各种关于安然公司的商业传说开始流传，无数的访谈节目和出版社也对肯尼斯莱伸出了橄榄枝，大家都想看一看安然公司成功背后的秘密。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肯尼斯已经在美国的股市里埋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旦他将这颗炸弹引爆，整个美国股市瞬间就会哀鸿遍野。在通过股市获得大量的融资之后，肯尼斯就开始了自己疯狂的扩张计划。或许是每一个资本家的内心都有一个构建商业帝国的梦想，而这样的举动也为肯尼斯和安然集团敲响了丧钟。首先，肯尼斯将自己的目光瞄准了娱乐业，他出大量的资金收购了加州的几家娱乐公司，开始在新的市场中逐渐发力。但由于新的公司还没有什么起色，肯尼斯也没有将这项投资公诸于众，因为对于他来说，只要股票市场上的资源还没有彻底枯竭，自己就还有机会实现目标。然而，上帝不会屡次眷顾同一个人。当肯尼斯在能源领域创造出了金融奇迹之后，他立刻就在娱乐产业上跌得鼻青脸肿。由于肯尼斯在娱乐产业中的投资屡屡碰壁，他不得不从安然公司的账户上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替自己堵窟窿。这样的做法在美国甚至有可能涉嫌违法，因此肯尼斯只能选择将这件事情压了下去，并让另一家会计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帮助自己做假账。而替安然公司做假账的会计事务所安达信也是在美国业界广受好评的一家财务机构。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安然和安达信居然能够联起手来欺骗市场上的投资者。但是错误的投资就像是一个无底洞，源源不断地吸纳着肯尼斯个人和安然集团的资金。即便是安达信的会计师们再厉害，也终究是瞒不住这个事实的。2001年8月，实在走投无路的安然公司选择引爆自己埋下的雷，一时之间，全美国的股票市场一片哀嚎。接下来，安然公司的股票就开始了一路狂跌。2001年8月23号，安然的股价还有90美元，到了2002年1月，这个价格直接跌到了0.1亿美元。那些手中握有大量安然公司股票的投资客瞬间倾家荡产。多家金融评级机构也将安然公司的股票评为了垃圾股。不过，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安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所有的人都没有挽回的能力了。大家基本上都在准备平分公司的财产，以求减少损失。至于那些在股市上被骗得倾家荡产的投资客，根本没有人在乎他们究竟损失了多少钱。由于安然集团的案子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就连美国政府都不得不出面就相关的情况进行调查。一时之间，所有的媒体都对美国政府的调查工作投来了关注的目光。人们都想看看美国政府究竟会如何处理肯尼斯和他背后的安然集团。一旦这起案件的处理出现了问题，整个美国的金融市场都会为之震动。所以，几乎所有的压力都聚集到了美国政府和相关审讯人员的身上。2006年1月，在整理了一系列的证据和证词之后，针对安然集团和安达信公司的审讯工作终于拉开了序幕。但审判开始之后，人们却见识到了美国司法部门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
在走进法庭之后，安然公司的高管们干脆利落地拿出了自己的辩护借口。当初与公司相关的财务亏损是内部机密，因此大家有权选择不对外公开。而且安然集团本身的运营并没有存在重大的隐患，这家公司的盈利状况依然非常可观，只是资金被违规挪用了而已。所以安然公司的高管无法被判定为存在非法操纵股票的行为。另外，安达信公司也出示了一整套的证明，表示肯尼斯的业务是通过另一家公司进行的，也就是说，他虽然挪用了安然集团的资金，但却并没有以安然集团的名义进行投资。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肯尼斯个人的一次投资失误，根本不能够达成给整个安然集团管理层定罪的要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美国的司法制度具有非常浓厚的谈判色彩，我被告人或者被逮捕人与执法机关进行谈判交代一些他们尚未掌握的细节，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获得轻判。如果被告的一方能够检举另一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这名被告还可以获得被举报者涉案数额的 5%。许多作恶多端的资本大鳄都是依靠着钻法律的漏洞全身而退的。而且，由于安然集团在美国政坛中广阔的人脉圈子，在相关的案件被揭发出来之后，美国的各路政客都纷纷开始出来为安然集团站台，甚至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都被问到了有关安然集团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美国政坛上下也选择了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应对方式。他们表面上并没有对安然集团和这个集团的所有高管做出任何回应，但暗地里却偷偷地向法庭施压，要求他们对这起案件从轻发落。因为安然集团是不少美国共和党籍政客的幕后金主，如果安然集团彻底破产的话，将直接影响到共和党在国会乃至总统大选中得票率和竞选资金。这对于当时出身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来说，肯定是不能接受。当然，受到投资损失的也不全是一些普通的投资客，这些人也不肯轻易放过安然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在他们的推动之下，这起案子直接被送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可是，正当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审判的结果时，法院却给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审判结果：所有安然公司的高管平均只获得了10几个月的刑期。这些人大多数在交完保释金以后，都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法庭。当然，为了平息当时社会上的负面舆论，美国政府还是对这些安然公司的高管判处了一些罚款，而令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安然公司和安达信公司也彻底宣告破产。不过，当这个判决结果被公布在世人的面前时，一部分美国人也已经感到见怪不怪，因为像这样政商勾结的闹剧在美国实在是太常见了。安然公司必定不是第一个因为财务造假而暴雷的公司，它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让美国投资者倾家荡产的公司。只要资本与政客相互勾结的闹剧没有停止，这样的悲剧还会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悲哀的地方。当贪污和欺骗被民主的外衣包裹成了合法的行为，普通人只能在无边无际的炼狱中痛苦的挣扎。